瓜友们，我是娃多多饮料厂的下岗女工。今天啊，咱就聊聊隔壁那家娃哈哈，他们的宫斗戏可比《甄嬛传》还精彩。已故的老爷子是人民企业家的完美模板，集劳模、人大代表、优秀党员多届首富于一身。媒体常常将他描述为勤俭节约、年花销不足5万的圣君。后宫也异常简单，只有一位皇后施幼珍和一位独生公主宗馥莉。咱们这位老皇上啊，生前给天下人看的剧本是一夫一妻一独女的纯情戏码，可他老人家一走，这剧本就藏不住了，背后的真本直接被撕开了。瓜田里的瓜是一个接一个的炸前2天大伙儿还在震惊他有3个私生子，今天这瓜直接翻倍了，据说加上公主一共7个娃，7个啊，一根藤上7个瓜都可以召唤神龙了。这下娃哈哈不用愁继承人了，直接改名娃多多，内部就能组团出演葫芦兄弟了。要说这宫斗戏为啥精彩，就是因为主角够狠，故事够曲折。咱们这位长公主宗馥莉，你以为她是正宫嫡出、名正言顺的继承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吗？错，大错特错。她这剧本拿的简直是忍辱负重的复仇大女主剧本。为什么呢？她14岁就被送到华齐国读书，可这背后的故事简直是把宫斗戏搬进了现实。他爹派去照顾他的监护人兼教养嬷嬷，这是娃哈哈元老后来的集团党委书记杜建英。可这位杜嬷嬷去美国的 KPI 显然不只是陪读，她转身就成了老皇上的杜贵妃，当着长公主的面在美国给她生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而且据说没过几年，杜贵妃就成功的让老皇上罢黜了十皇后，自己晋升正宫娘娘，完成了华贵妃没能完成的任务。这叫什么？这叫地狱开局。换你气不气？我的天呐，瓜友们，你们细品，这是什么狗血剧情？换成你我早就掀桌子了。但咱们长公主呢？一个字，忍。难怪宗馥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说过，自己首先要生存下去。她不仅隐忍，而且还主动出击，为自己争夺大义名分。那些年，她刻意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宠独女的人设，网上经常有她投资失败、决策失误的新闻。但她总能把这些负面转化成父爱如山的证明。你们看，我再怎么作，父皇都给我兜底。这就是阳谋，还要把唯一继承人这个身份死死焊在自己身上，让所有人都相信这偌大的江山迟早是他的。他很清楚，在没有拿到最高权力之前，一切愤怒和委屈都是毫无意义的内耗。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这场宫斗戏的另一位核心玩家杜建英，那手段可比《甄嬛传》里的华妃厉害多了。这位杜贵妃不简单，她可是皇上亲自招聘的创业元老，一路做到了集团的党委书记。但人家厉害的不只是工作能力，更是呢深不可测的城府。有野史说啊，他与老皇上是在花旗国领的结婚证，只是为了维护皇上在国内的形象，一直没有昭告天下。所以啊，如果这传闻是真的，那人家生的可就不是什么私生子，而是正儿八经的皇子和公主了。最绝的是那个小皇子，据说是2017年才出生的，那会儿皇上都72岁高龄了，这身体素质比我们娃多多生产线上的机器都顶用啊！当然了，宫里嘛，你懂的，总有些捕风捉影的传闻，说这最小的小皇子身世成谜，可能是杜皇后为了顾宠，把宫女生的孩子抱过来放在了自己名下。哎呀，这水太深，咱这下岗女工把握不住。宗馥莉隐忍了整整30年，天下岂有30年之太子？我连追一部剧超过3季的耐心都没有，人家硬是把一部卧薪尝胆演成了超长待机连续剧，终于送走老皇上。紧接着就是快准狠的夺权闪电战，我给各位盘一盘，一共3招，招招致命。第一招，炸你家鱼塘。女王上台第一件事，大旗一挥，一口气关停了18家分厂，美其名曰产业优化聚焦主业。听着是不是特别高大上，特别有道理？你以为他是随便关的吗？ No， 每一个关停指令都精准的无情的砸在了杜皇后和那几个皇子势力的核心利益区，人带着还把叔叔供应的评标、姑姑供应的香精一股脑给停掉了。第二招，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他对公司高管层来了一次一见清楚，把那些只听老皇上话、天天想当年的前朝元老们通通请出局。人家 HR 辞退你还得编的理由，你跟公司文化不太匹配。咱们馥莉女王简单粗暴直击灵魂，不好意思，我要用我自己人，这理由我跟你说，霸气诚实无法反驳。你们这些旧臣要么归顺，要么就收拾铺盖卷去广场上喂鸽子吧。第3招，建立平行宇宙。他老早就成立了一个叫鸿盛集团的公司，100%完完全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个洪胜和娃哈哈是什么关系呢？表面上他俩是战略合作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洪胜帮娃哈哈做代工，就像一个外包厨房，但实际上呢，这是富丽女王在娃哈哈旁边开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宇宙啊！这就好比什么呢？你跟你女朋友还住在一起，你还每天给她做饭，但你已经在隔壁小区买了套大平层，装修风格是你最喜欢的，房产证上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儿，而且你已经开始把家里的锅、电视，甚至你最喜欢的那个限量版手办，悄悄往新家搬了，美其名曰我在外面搞个工作室方便加班。另一边，以杜皇后为首的失宠者联盟可没闲着，立刻开启了黑料大放送模式。一时间，关于新女王宗馥莉的八卦小作文传得比病毒还快，什么天生自带六亲不认的顶级配置，性格极端的像个薛定谔的猫，家里的司机、保姆、保洁换人的频率比你换手机壳还勤快。而最骚的操作是，他居然给家里的冰箱装了个摄像头，这简直是千古之谜。我是没想明白，他是怕里面的鸡蛋密谋出逃，还是想监控那瓶82年的拉菲有没有背着他偷喝自己？还有传言说他熟练掌握了拿捏老爸的艺术，不给糖就绝食，他能把自己饿到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地步。那摇摇晃晃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林黛玉走错了片场。当然了，光在背后放黑料，那肯定不过瘾，对吧？海外皇子军团，人家直接就上硬菜了，在香港和杭州把新女王给告了。第一个罪名就是说女王手上那份传位遗嘱啊是 P 的，是假的，根本就不算数。第二个直接跟钱挂钩了，说皇上给他们留了一笔信托基金，好家伙，21亿美金，结果呢说全被女王一个人给黑了，21亿美金呢，朋友们，这可不是欢乐豆啊！这下好了，宫斗剧直接升级成了法制进行时，这瓜可越来越大了。回头看宗家这场戏，好家伙，我以为我剪开的是《权力的游戏》真人版。以前总听人说商场如战场，那都是小打小闹，宗家这直接是地狱模式，全员顶级玩家，主打一个别爱我，没结果。至于手足亲情，嗨，在人家那高端局里，亲情卡就是张废牌，第一个就被祭天了。这也给咱们所有企业家敲了个警钟啊！专家都说了，企业不能和个人形象绑得太死，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你昨天靠爱国勤俭的人设把销量捧上天，今天就可能因为后宫起火，把品牌形象摔个稀碎。还有这个继承问题，真是个诅咒。家族企业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不多。现在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妈妈有钱，你就是王诗龄；如果你爸爸有钱，你就是宗馥莉。以前大家一提到江浙沪独生女，那是什么？婚恋市场的顶流，自带金山的顶级玩家，是行走的人民币。可娃哈哈王朝这颗巨雷把所有独生公主们都给炸得外焦里嫩。据说这些天无数的千金小姐连夜开着他们的玛莎拉蒂冲回家，把亲爹堵在墙角进行灵魂拷问：爹，我到底是不是您唯一的宝贝疙瘩？您在外头是不是还有别的野生儿女？快说，将来我的爱马仕和传家宝需不需要跟人摇号继承？现在的局面就是富二代们也学精了，除非是能让公司股价翻倍的战略合作，否则结婚免谈。男富二代们纷纷向王思聪看齐，贯彻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原则，主打一个只恋爱不领证的终身订阅制。女富二代们也怕了，生怕对方不是看上他的人，而是看上他家的矿。于是去父留子成了新风尚。就拿宗馥莉来说，明面上是不婚大女主，但江湖传闻早就升级当妈了。至于孩子爹的身份，那版本可就多了去了，什么高干子弟，什么花旗国律师，比名侦探柯南的最终 BOSS 还神秘。这场宗家的权力游戏远未落幕。近日有消息称，娃哈哈的大股东杭州国资已宣布成立工作组介入此事。此前江湖上流传的关于宗家可能涉及的资产转移问题，是否会因此被移兵调查？这场激烈的家族内斗是否会演变为两败俱伤，都有待观察。当然啦，我一个娃多多的下岗女工，懂什么百亿千亿的纷争和大道理啊？我呢，就琢磨着晚上这顿饭是吃白菜还是加块豆腐。您对这场跌宕起伏的宫斗有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是新频道，您的点赞、订阅与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期待在下一个话题中与您再会，拜拜。